低温的颜色釉啊，一个高足碗，焦黄釉啊，哎，外壁是暗刻的这个佛家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对，这个很标准的一个雍正的佛前供器又是黄釉。我们卖过一个美银堂收藏的绿釉的瓜皮绿釉的，2022年曾经试出过。然后呢，香港竹叶堂也收藏过跟我们同样的一只黄釉的看到这刻工非常的利落啊，丝毫没有这种拖泥带水啊，但是非常的漂亮。对，然后款制啊，篆书方章款，书写的非常有力道，胎釉造型工工整整，这是雍正的一个标准器。对，焦黄釉，它也是在素胎上直接上釉的一个作品能够看到它的这种拉坯痕非常的清晰，而且呢，它的里面的这种瓷胎里面一些极其微小的一些杂质，我们也能零零星星能看得到。而且呢，雍正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叫暗花或者叫刻花的这一类器物，它其实我们见到的这种在盘碗一类上面，无论是八吉祥啊，还是龙纹啊，还是等等的，它其实它的精致程度要比乾隆的其实还要再细致一点，要再好一点啊。乾隆的这一类器物，它的八吉祥也好，和龙纹也好，还是一些这种吃龙的装饰，它其实它的刻工就感觉整体没有雍正这么细致了啊，这么工笔化了。和它的整体的线条、它的比例、造型都是在这个同类器中，应该是如果是喜欢暗刻纹饰瓷器的这个朋友们雍正时期是最好的。对，特别对有这个佛教信仰的朋友这也是非常合适一个礼佛的一个作品。宫廷礼佛又是黄釉，宫廷礼佛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器物，里面盛放一些供果啦，或者盛放一些供佛的一些东西啦。雍正皇帝本人，咱们这个破陈，就是他登基之前的一个，破陈居士，他字号破陈居士，对，原名居士，破陈居士，好，下一个。一个非常小巧玲珑的一个小抱月瓶儿，小抱月瓶出自我们的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的收藏一个极其小巧玲珑的，同时呢出自鼎鼎大名的伦敦古董商 Eskenazi 先生的收藏这只小抱月瓶呢，它没有款制给大家看到是这种沙底，没有款制也是雍正御窑仿古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门类，一个品种，它就是巨不落款雍正可能本人御批的巨不落款，它因为就要极致的去仿照这个永乐同款的这类器物，所以说它是无论是由里到外，无论你看从它的接胎到绘画到青料的这种用法点染来极力仿制它的雍正时期永乐时期、永宣时期的这种铁锈斑就是由里到外都是极力仿制永乐的。那这支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类花鸟的这一类题材的这种小抱月瓶，我们无论是在永乐本朝还是在雍正仿前朝的这类作品中，其实都很难得一见，因为它非常的秀气，非常的这种灵动因为这一类抱月瓶无论是明初还是18世纪它们的其实都是那种传统的花卉居多花卉是那种怎么说呢，或者是会有那种竹子会有一些植物类型的居多，但其实会有花鸟的是寥寥无几的正面一只，背面一只而且呢，我们通过我们一个侧面研究，你像我们在头录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徽宗的一个就是宋徽宗召集的一个御笔的一张绘画它这种梅花的这种
啊这种图，然后呢，它也是类似于这种花鸟站在一个梅枝之上这么一个构图的一个搭配，所以说我们觉得无论是在明初，它可能就是在效仿宋代的一个宋人的审美，然后直至到18世纪雍正皇帝他本人在极高审美的一个修养的下面，他呢也极力在仿制明初的作品来去以摹古敬古吧我觉得。那这个像我们刚才小姚老师说的它无论从造型、纹饰，上面就是对永乐抱月瓶的一个忠实的模拟特别是这种底部露胎可以说就是敬寄于古人对特别是我印象里看那个孙云洲先生的那个捐献，他北京故宫有一本书好像提到那个孙云洲先生当时把北京故宫一些收藏，有一些就是像这样，它不落本朝款的，但是呢，当时可能是定为了，就是定为永乐了，最后把它厘清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也说明这种钱贤对他的这个认知，一方面东西本身确实是仿得好，对，因为另外呢，就是随着这种资料的增多我们也能看出这个雍正的仿品跟不适合叫仿品雍正的这个摹古作品跟永乐的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釉子可能我们现在永乐的见到一些跟它的差别就会比较明显，它那个釉子可能会永乐的会鸭蛋青会更明显，釉子可能要更硬朗，这个釉子稍微可能要偏软一点。然后呢，其次青料上呢，因为永乐呢大家都知道是进口的苏麻离青，它这种铁斑沉着的效果会明显。那到了雍正时期呢，它就是用国产青料去重笔点染模拟这个苏麻离青的效果，所以它那种沉积的区别还是有的本身呢这个东西首先可能比永乐要是见到的要是这种尺寸上好像要略微小一点，小应该是无论是永乐还是在18世纪里面，都算是最小的一个尺寸了，对，最秀气的尺寸。对，一般来说应该咱们这件是高是多少呢？高是22.5公分。22.5公分呢，它其实在这里面一般的抱月瓶，正常来说其实应该是30公分往上甚至于能达到40公分左右。那我们看我们在这个书中进行一些图例的参考里面，英国大威德基金会的这只与本品同款的这只花鸟的抱月瓶，它就是一个30.8公分的所以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号的一个尺寸，就是这只对，然后呢，还有一粒小的，也是雍正的一件作品呢，也是咱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清宫旧藏是22.4公分，你看可以与之这样能拍得清楚吗？与之这样比一下，可以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这支作品也是定为的清雍正故宫定为清雍正，可能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后期能够被更改的定名，就是这个叫什么呀？被更改的一类的这种作品，它的整体的绘画包括它的构图、它的尺寸，与我手中这件几乎是能成对儿的这么一件作品，是属于清宫旧藏，在故宫博物院。然后呢，还有一只呢是我们所见到的上拍过的在市场流通到的雍正的一件这种抱月瓶，但是尺寸呢可能也是比较大号的，30公分以上的，一面画了2只鸟，它更加的从永乐的一个母本上更加画材更加有所创新。那只是卖了在2016年卖了4500万2016年卖了4500万，同样是雍正的摹古作品。那我们这只手里这只虽具不落款，但是同样属于雍正皇帝命旨唐英亲自督造的一个且与清宫旧藏成双成对的一只小抱月瓶，我们今天的起拍价才有260万260万，几乎是人家的5折再5折这么一个价钱。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非常值得大家的一个参与吧。有一
这一件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件作品啊。对，这就是刚才跟我们那个不落款的抱月瓶类似，但它呢就是纹饰是完全仿宣德本朝，对，但是呢它是选雍正本朝款的一件作品啊，也是雍正仿古的一个极佳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就是说雍正的作品大家在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确实它的这个品味来说，它的视野就是作品的涉猎的各个角度视野上来说非常宽广啊。对，仿古啊，这种仿永宣、仿宋元，对无论是颜色釉还是青花，它几乎都仿了一遍啊。对，然后表现了这个皇帝的一种对于古物的一种热爱、钟情啊、豁达和他的心思的一些细腻啊。这件呢，其实我们能够见到清宫旧藏有一件是这个，我们能在《雍正古玩图》里能够见到，就是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雍正古玩图》的卷6啊。卷6我们取了一个局部，那它离宝座最近的这个地方，就《雍正古玩图》就是雍正收藏的清代宫廷御玩古玩的命宫廷画师所绘制了一张所谓叫古玩图嘛，里面呢都是囊括了一些清宫珍玩，包括瓷器古玉、青铜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离宝座最近的一张图，那其实就是这一件我们手中这件要拍卖这件东西的一个原本它的宣德的一件卷草纹的胆石瓶，那就是我们所这件可能极有可能呢，就是当年雍正皇帝拿了这件宣德的瓶子命人送到景德镇，然后呢，我们这只手中这只瓶子来由此诞生的可能就是这个它的原本。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见到的，通过研究可以考证到另外一只郎世宁所绘画的乾隆的一个朝服像。也是我们叫乾隆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书房像，因为他是坐在一张书桌上，可能执笔欲写一些书法什么的，我们叫书房像。他的这个整个书桌前面也放了一只这样的小瓶子这只小瓶子呢，口沿呢应该也是有落款，有没有这看不太清楚。所以这只小瓶呢，因为是在乾隆时期，就是郎世宁绘画的乾隆的画像，那这只小瓶我们就可能无从查证到底是宣德还是雍正时期的了。那我们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有可能不敢这么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联想，就是我们手中这只瓶当年在郎世宁的这张画像上出现在乾隆的一个御案之前，这也是我觉得是极其有可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手中呢，再回归到我们手中这只它的这种底款，你看也是呈现出典型的一个雍正的这种楷书款，非常标准，在双圈之内，胎土异常的洁白。那所以这种胎土呢，跟我们所见到的传统的那种雍正陶还确实不太一样。这种胎土的这种洁白程度，我们见到这一类雍正器物，一般上来说，我们都习惯把它们被称之为叫细白胎就是又细又白。顾名思义，它的淘洗的精炼程度比一般的雍正官窑还要更多几个步骤，可能更多几十遍这么一个样子，才能达到这种细节洁白的这种光泽感，同时呢，能够衬托出它青花的这种深邃所以说这一类仿古瓷，别看呢它可能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双方款啦，什么款，是传统的这种双圈内的楷书款，但是它的也不是篆书款但是它依旧在仿古瓷中是出类拔萃、精中选精的一件东西对，这个纹饰呢，其实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是简单它只有一种纹饰，一种卷草，但它布局上非常的繁复，对，这种达到了很好的一个装饰的效果。其次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雍正皇帝他能有这样的，因为他有非常好的资料库因为所有的内府收藏他都能看到，所以他画了古玩图，古玩图好像应该是有4卷吧，不同的版本是。然后呢，雍正的这种对这种古器物的喜爱，可以反映在这瓷器上是非常典型的。那包括其他的门类，那相对于他的父皇，你说康熙皇帝，我那天看书就发现有一段说是康熙皇帝他就不喜欢瓷器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以前的瓷器，那可能是不知道是谁用过，或者不知道他放在哪儿。就是原文我记得说是看起来未必洁净，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在雍正跟
这个乾隆他就非常喜欢古陶瓷，对，包括我们那天说这个宋瓷的时候，提到乾隆呢有很多对宋瓷方面对他有一些人生感悟的这种想法啊，是，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能有这种想法，应该是通过古器物的这种收藏把玩啊，达到跟古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哈，所谓见贤思齐哈，有这种这种把玩古物，确实一种是跟古人的一种交流的一种方式啊。好 ，OK， 下一个。有一对盖罐儿，这对盖罐儿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一个，就是我们虽未落款啊，这个没有标语，大家可以直接给大家看看底，就是底部是并没有落款的，虽未落款，但是还是能够入选到我们第一晚夜场的宫廷的雍正专场里面的这么一件作品呢，一定是有它的这种独特之处在的这只盖罐呢是第一呢成双成对，第二呢它通体的绘就方式是基本上我们见到在市面上所流通的也好，和公司馆藏的作品里面也好，独一无二的，也基本上可以说是孤立存在的以矾红。整体以矾红的这种技法来去描绘这个龙身，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龙爪啊、眼睛啊、牙齿啊、龙须和这个龙犄角的这个位置，又是以这种白色的粉彩来去装饰。那整体呢，又让它的这个层次感呢，又一下子提高了很多。然后呢，通体又是以这个黄彩为地子，上面呢加饰胭脂红彩也好，然后和墨彩也好这一类的这种祥云的这种图案龙呢在这种各式的祥云中来去穿梭翱翔并且也是一个五爪龙就是还带这个盖子，你看原装的一对盖子中间呢又是以矾红，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团兽以团兽的图案顾名思义呢，一定是作为祝寿词来去烧造，并且来去进贡的虽未落款，这个我们未知这个原因，但它毕竟还是一件非常开门的和非常可以确定的一件清代雍正时期的一个官窑作品我们叫太白罐太白罐一对儿，对。虽然说可能它的用途不详，可能是储存茶叶或者是储酒它的这种用途可能是比较多样化，但无论是从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装饰工艺上来说，在雍正时期，可能有些雍正官窑都达不到这支我们所说的这支的绘画标准这个时代特征还是非常鲜明的。对，绘画的技法上，比如说这个龙的形象典型的18世纪偏早期的这种画法。对。龙非常有气势鬃毛这种龙鳞的刻画非常的有细节然后这种各色彩云整个画面非常满，很喜庆，然后装饰效果特别好。然后这个确实没有署款，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圈足、这种修足的做法，包括这个颜色、胎土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标准的这种雍正时期的特征。对，特别是能成对保存，这个是非常难得了而且你看它细节的地方其实挺有意思，你看它龙身上中间的这块留白的这块，它还刻意的点上了一点小黄彩，来感谢出这个龙它中间是有镂空的这么一种感觉。你看很细节的，包括龙嘴、舌头伸出来舌尖这个位置，跟龙的这个上颚之间，它也很细腻的点了一些黄彩，来确保它整个地子就是龙来跟整个地子这个融合的一个完整程度。你看，包括龙爪之间，就这个地方
非常细微的几个这个五爪嘛，前4爪之间的一些小缝隙，它也用这个黄彩给点染上了，能够空间位置这种表现是非常的到位。因为说现代人话说就是抠图抠的特别好，特别细致。你看它这整个这细致的这种黄彩的点染，让大家就一下子从远处的视觉观感之中，对这个龙在这个遨游在这个是吧明皇9天之上的这种感觉啊，呼之欲出啊，非常的精彩啊。估价我好像估价50万的，50万一对，50万一对，就是这个官窑连个不带盖的带款的，就反正一个单个的罐子都买不到啊。行，好，最后一件，雍正专场的最后一件，体量最大的一件作品。对，窑变釉。窑变釉呢，其实作为雍正御窑的一个非常典型。为什么说就是说非常名贵吧，又名贵又典型。为什么说典型呢？其实窑变釉就是雍正时期所承烧的啊。雍正呢，这是唐英呢，当时呢是派人到均州去学习古钧瓷、古钧窑的一个釉面的一个配置技法，然后随之之后呢，从均州学回来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知道钧窑。它是我们最早的所说的，在宋元陶瓷之中的一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一个陶瓷。现在钧窑的市场行情也都非常好，非常热情。有那种钧窑喜子，基本上都是带玫瑰紫的哈，都是卖明初官钧的那种骨丁喜，都是大概1000万到2000万的这么一个价钱了。明初的钧窑，那其实呢，雍正皇帝看到了宫廷内藏的一些钧窑的花器，他本人呢也是倍加喜爱同时出现在12美人图之中，也不乏有这种钧窑花器的出现也就说明其实雍正在雍底的时候，他就非常喜爱这种钧窑器物的收藏了。那他登基之后呢，他就让唐英呢去仿烧此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宋钧吧各式的宋大民窑，汝官歌钧定吧，算是宋代的5大名窑。其中钧窑的仿烧呢尤为的独特，当时是唐英的命人。到禹州去学习了之后，他呢偶得天成，他呢有一次在烧窑的过程之中呢，开窑之后，他就发现了这么一件可能是这个史上第一件钧窑瓷的诞生，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可能是当时没怎么烧好就被砸了，但是呢，他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之中，他却说，呢我们偶得祥瑞，他出窑之后有这种红蓝彩异象万千的这么一个意思，他觉得是一种祥瑞的象征。它也印证了刚才李老师所说，雍正对于这种祥瑞的一种重视所以呢，雍正皇帝的看到此奏折，他觉得异常的欢喜，异常的兴奋，就命唐英来去下大力度来去烧造此类窑变釉的器物。那我们眼前这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雍正官窑的窑变釉的一个大尊，而且体量还这么大又是宫廷最为富贵的这种双绶带耳。如意绶带耳带耳朵的这一类撇口的这个弦纹大尊在雍正的这种窑变釉的里面，无论是从体量还是品种还是我们就是本身的它的这只的品相都是非常完美的非常完美，难得一见的一件器物。对，我们说这个雍正专场，前面几件确实这个唐英提的有点少了，那我们所以这件却是唐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作品就是刚才小赵老师提到，他当时呢派他的幕僚呢去钧窑的窑址去采集标本，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科学的理论在里边的就像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先要采集标本，就是搞清楚它的烧造的原理，然后再去仿制然后可以看出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得到这个汝窑的这个钧窑的这种精髓烧制的非常成功，这种流釉流淌的感觉红色、蓝色、斑驳、交融这种真的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个是非常贴切。然后这种红蓝这种交融的感觉非常的现在说就有一种抽象的美是，不是最抽象的。我们可以取一个局部放大，就像一个
抽象画一样哈，特别是它有一些斑点，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种斑点哈，其实是应该说可能是施釉的东西时候，也许是这个釉水的处理上会有一点点小的瑕疵，但是呢，它达到了一种非常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哈。是。其实现在看，我们就如果单独取出来，就像那个孔雀的那种羽毛翎羽一样哈，很漂亮，一点一点的哈，而且斑点之中呢还透有一种闪蓝色，是吧？闪紫色，对，绿色、蓝色这种交融啊。特别的漂亮，其实建议玩当代艺术的朋友买这件东西，是真的是跟家里的这种很极简风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极简也好啊，当代也好，它是极其交融、极其搭配的啊。但是呢，它同时又是一件来自于我们中国300-400年前之间的一件器物啊。看看它的这个底部的做法。它这种效果呢，其实也斑驳的效果也是，模仿钧窑的做法啊。对。然后呢，底足呢，可以看到它，因为它留釉之后会有积釉，它做了一下打磨，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了。对。所以露出这个胎体非常的坚质。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哈，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他就很多觉得这底是不是磨过？其实这种底啊，它当时就是这样，就是当时出窑之后，它就一定是这么平整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我们见到开门的清代的，无论18世纪到19世纪的这种窑变釉器物，尤其是雍正时期到乾隆创烧时期的器物，它的留釉都是非常的夸张的。就很多人很少有人见过窑变釉出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就敢说，因为窑变釉出窑，因为它的留釉可以，我们从器物上就能看到它的留釉，它的这种流淌性、层次的，对它的流淌性其实是很幅度很大的，所以它可能在这个窑变釉器物在出窑的时候，它釉会流到这个地方。非常夸张，所以你必须没有办法，需要用工具来去把这个下面敲掉之后，一点一点给它打磨平整。它完全不像是传统的那种我们见到的这种带款的圈足的那种，比如青花啊或者传统颜色釉器物，它的胎足是那种泥壳背很规整的，上面包浆很厚，还要带点火石红，它不是因为窑变釉是需要打磨的，才能流淌的越多，才能达到越这种自然天成偶得的这种。祥瑞对，因为它的釉层比较厚，它可能要多次施釉，所以呢，它底部积釉会比较厚，然后呢，口沿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它就会因为釉层的流淌露胎了，对它的这个口沿的部分呢又会相对比较薄，对，然后呢，特别是因为这个钧窑窑变釉的这种市场非常好嘛，所以确实。有很多的新仿品的冲击是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釉面的这种细微的这种崩茬这种是现在这是做不了的，是比较做不了的。对，烤豆我曾经见过一个，在某一个拍卖上在一个窑变釉的新仿的，你猜它崩茬是怎么做的？怎么？他拿小棍敲出来的，特别假，是吧？对，就是他因为窑变釉都开片嘛，他在开片的，它崩茬就是开片跟开片。几百年之后的互相挤压，它那个尖的这个地方，它会自然的会崩出来。它就刻意的在那个用紫光先打到它开片结合的地方，然后拿那个小工具槽的啪，特别假。就是窑变釉现在是非常难仿制的一个品种，就是它的釉面可能烧造是好做的，但是它这种小细碎开片直到今天是几乎做不出来的我是没有见过做得好的，所以能够达到一个。现在很难有仿品的雍正的创烧时期的窑变釉的一个立件，且品相完整的，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多么难得的一件事了。而且确实窑变来说是雍正的这种颜色，可能蓝紫会多，那乾隆之后红会多，再往后可能更多的是黑了就。你看晚清的光绪它就是完全就黑的感觉，黑色。对，好。就